英国车呢，真的不能买啊！什么 Land Rover 的车啊，容易坏啊，玻璃心啊，玻璃车啊，这些真的是真的吗？身为 Discovery Sport 的车主，我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我真实的用车心得。这支影片完全没有业配，所以订阅、按赞、分享，看影片去。今天要来开箱呢，我的另外一台爱车 Land Rover 的 Discovery Sport。精确来说的话，其实已经不用再加 Land Rover 这个品牌名，直接讲 Discovery Sport。我还有另外一支影片介绍我另外一台爱车是 Suzuki Ignis。其实呢，以时间顺序来说，这一台 Discovery Sport 是我比较早买，2024年的6月就买。那 Ignis 呢，它其实是2025年4月买。那为什么我先开箱 Ignis Discovery Sport 放在后面？是因为我想要长一点的时间去拥有它，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客观这台车到底好不好养，有没有像大家所传说中这么的玻璃，这么的容易故障的问题。这台不是比较早买吗？那为什么是Ignis先？我现在不是在讲吗？我刚才不是讲了吗？我刚才讲那么多人都没有听到吗？就是因为我想要比较长时间拥有它，去验证它到底是不是像大家说的这么玻璃嘛，这么容易坏嘛。是因为你比较少使用它，它的里程还是比较高啊，确定？真的。我买它到现在已经差不多1年半的时间，我累积了22000公里的里程，其实回厂也几次了。所以我觉得我有蛮多新的可以跟大家讲。首先，我确实是说到做到。2022年底在试驾这一台车的新的23年式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影片中，如果真的有一天我入主了，未来的使用心得跟用车的状况，可以跟大家用影片来分享。直接把这影片连结放在这里，就跟大家讲说，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应该会入手这台车。果不其然，我在2024年入手了2023年式。关于入手这件事也蛮有趣的是，2023年的时候呢，因为自己的车那个时候还是开 Volvo 的 V40 Cross Country， 车也没什么问题。那刚好在24年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我是原厂认证中古车派。那我太太就有时候会去刷他们的官网，就发现说，最近有一台 Discovery Sport， 颜色是我们喜欢的，动力规格也是我们OK 的，要不要去看一下？因为那个时候它是原厂认证中古车，车价已经相对新车来说比较友善了。那个时候是台中看了之后呢，整个考量了很久，就觉得说，虽然说原本的车也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个车价这个设定应该是我们最接近我喜欢这台车最近的时候了，所以我们就决定毅然决然，好吧。很舍不得把原本的车卖掉，就决定入手了这台车。23年式这台车有2个版本，一个是 P200 SE， 那我入手的是 P250R Dynamic SE。当时的售价呢，这个版本是236万，那如果是 P200 的话，会是203万。那我入手的价格约莫是新车的8折内，其实有一定程度的差别，而且它的里程才3000公里左右，所以我几乎认为它会是将近一台9×9、9×8的新车。那我用将近8折不到的价格入手，我个人是觉得很划算。为什么我入手23年式，而不是直接买最新的年式24年式呢？第一个就像我刚才讲的价格因素，第二个原因就是呢，我后来发现23年式的配备规格虽然说没有比一开始它小改款时候来的好，但是相较于之后24年式来说，我个人觉得它的配备规格到还不错的一个平衡。比如说23年式呢，不分200或250车型，它都是20寸轮圈，之后其实就会递减，可能19寸，那甚至到25.5年式的话呢，基础的车型甚至来到18寸而已。再来呢，我这台是5人座的版本，不用选7人座，它的第2排座椅就可以前后滑移以便调整都没问题。但是到了24年式的时候，你必须要选配第3排座椅，它才能让你第2排座椅可以调整。现在25.5年式它又改回来，又是变成说你不用选第3排座椅，第2排座椅就可以调整。不过呢，你如果用现在的角度看，它可能没有全数位萤幕，它的车机也不是最大，但我个人认为我喜欢这样，它的数位仪表板有传统的指针类比，也有一定规格的数位萤幕，我喜欢这样子的配置。我看那个传统指针这样跑，就像你看那种机械表的时候，你就觉得有一种温度，有一种原始感。那机械表我也有，智能表我也有，就搭配去用，就是刚好我的仪表板的感觉。那中控台的布局我也很喜欢，是因为它可能不是最大的，就是因为不是最大，所以它把空调还有一些地形反应系统独立在下面的这个控制界面，我个人觉得还是比整合在大萤幕里面来的直觉，这是我个人的使用习惯，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对我来说是很完美的。再加上
它原来就有选择黑色套件，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外观的黑色套件，包含车身名牌都是。那黑车顶原本没有选，是我个人真的很喜欢他们家的黑车顶配置，自己去贴膜贴成黑车顶。颜色也是我喜欢的，艾格风灰 Land Rover 这个品牌，他们家的车色都是全世界很有名的地点啊所采取的颜色。艾格风灰我没有记错是瑞士一个很有名的山，原厂认证中古车有什么颜色，只要你喜欢就赶快把握。那这样子的配置我都很喜欢，轮圈也是20寸这种焦光枪灰色，我个人是真的觉得跟整台车很匹配。讲完了这台车当时的购入的心得之后，帮大家整理了这台车我用了1年半。22000公里之后的一些心得，4个优点，4个缺点的跟大家分析一下。第一个问题，大家一定会很疑惑，我到底为什么选择这个品牌？其实故事要从2004年开始说起，但简单说，我从04年入行当汽车媒体车线编辑开始，我那个时候就是负责福特这个大集团。当时 Land Rover 是隶属于福特集团之内，也很常办越野活动，我几乎每个假日都在参加活动，参加 Land Rover 的越野，就发现说，原来有一个这么强悍、有越野机能的品牌，还可以做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有气质。当时就很喜欢这个品牌。经过了20年之后，这一份喜欢其实并没有改变。新时代的 Range Rover 家族，新时代的 Defender 都还蛮深得我心的。Discovery Sport 是我个人认为最好的一个平衡，是因为这台车是我现在家里最大的车。我希望它来载家人，来载我休闲生活的工具。等一下会给大家看它的整个空间、机能跟价格比，我觉得是最好的平衡。当然，我也想过买 Range Rover Velar， 我也想过买 Range Rover Evoque， 但是论价格、论空间、效能等，Discovery Sport 真的是无敌。就算它是整个品牌里面3个车系分层是相对价格最基础，但是我个人认为它的美学是一脉相承的，质感、用料都还是以现金来说。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现金？不是 cash 哦，你不能用刷卡的吗？以当下来说，这台车因为它其实是从2014年就发表了。途中经过很多次的年式更新，但我觉得现在这个造型还是很隽永，还是很经典，还是很优雅。跟同级对手比起来，我一点都不觉得它有任何的时代感。我不是很喜欢买制服车的人，我喜欢跟大家不一样，而且我不是刻意不一样，因为我刚好喜欢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又不是现在市场的主流，它不像满街满满的双 B 啊，满满的 Macan 啊。当然不是说那些车不好，而是我确实喜欢比较不一样的车款。那我个人觉得，车就是一个人的外在名片。你选择什么样的车，这个品牌的价值观就代表你这个人。这台车完完全全的去代表我个人现在对车、对生活的想象。而且也因为这样子的造型、这样的配色，大家也可以发现，我另外一台车 Ignis 也是完完全全照这样设计、改装、打造，也是灰色，也有黑色的点缀。灰我真的很爱惜，因为灰色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英文叫做Gray is a new black， 它的适配性不会输黑色，但是它又可以配暖色，又可以配冷色，看起来又不会太沉重，又不会像白色这么无聊。这个是美学的部分。看我今天全身都是灰，灰衣、灰鞋。我黑色的工作服洗久了也会变灰色啊，褪色，就像你的人生一样，褪色。我喜欢这台车的第二个优点就是它的空间效率，它的车程长度是4597 mm， 代表它其实没有超过4.6米。宽度呢，它是2069，但大家要知道一点是，这个品牌很妙，它告诉我们的车身宽度，它都是2个数据，一个是后视镜张开，一个是后视镜收折。但它的收折的宽度是包含后视镜本身的，所以基本上都是过2米。它在完全没有后视镜，就是这个车身到这个车身的宽度数据我是没有的。但无论如何，车内坐起来宽敞是绝对没有问题。车身高度呢1727，也就是说它的车身高度没有超过1.73米，比我的身高大概差3公分而已。轴距是2741 mm， 大家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我当时没有选现在最红的 Defender。是第一个 ，Defender 的车高真的蛮高，将近2米，对我的身高跟我太太的身高，我太太身高比较娇小，上下车是
比较辛苦，而且我们也很常去一些卖场，有一些高度的限制 ，Defender 也不是每个停车场都这么的容易进去，所以我们后来就毅然决然决定说，在这台空间效率跟车身外部尺码的平衡就是这台车。而且车内来说，业务他就跟我分享一个讯息是，这一台车内的前后纵深跟上个世代的 Range Rover 短轴是一样长，就知道它的空间效率有多好。因为毕竟它是横置引擎，再加上相对比较挺的 C 柱跟 D 柱。如果前面调整的是我170公分的驾驶位置的话呢，我坐在后座，我基本上膝部是3个拳头之长，头部也有1个拳头以上的空间。甚至我之前才刚试驾 Range Rover 而已，我觉得它的后座空间的表现真的跟我这台车差异没有很大，它的空间效率真的很棒。再加上你知道它的后箱容积原厂告诉我多少？963公升欸。当然我相信那个数据是量到顶的啦。就算我今天不量到顶，这样子的空间包含它的宽度、它的深度，各位知道吗？我最近也迷上了单车，画面上看到的不是一台英国车。是3台英国车，我还放了2台 Brompton 的小轴。如果大家跟我一样也是小布的爱好者的话，大家真的可以这样收纳，你看很方便。是我可以这样把它拿下来，它的专属的袋子这样拿下来之后呢，它就可以直接把我的小布这样拆下来，小布就可以这样直接拿出来，是不是很方便？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小布，大家没有觉得很好看？黑漆漆，这台是我的，另外一台是我太太的。英国车需要我展开？好。为什么它这个叫黑漆漆？就是这个品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一个叫漆漆的颜色，它是有点像是外面那种一般烤漆的精油层，原本应该是透明的，但是他们就用了一些颜色进去。虽然说它叫黑漆漆，但是呢，它其实有点深绿色。那时候也在思考说，到底我要买这个颜色呢，还是要买英国经典赛车绿？但听说这个颜色呢更少，所以我就决定说好，那我要买。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很配？英国单车配英国车，我不用再展开我太太的吧？我展开我太太给大家看，我讲解的很好，对不对？可以用那个全部都快速的那个没有声音。大家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就是哪一个颜色比较好看。这台是我的，而且我还改那个有没有？好了，也是英国的 Brooks 的把手，水壶带都是英国的。我觉得另外一个颜色比较好看。我太太这个叫艳青漆，我太太那时候一眼就看中，她原本想说好像人生没有一定要买单车吧，但是她看到这个颜色啊，完全就中哦，她超爱这个颜色。这是我太太的高度，就知道她真的人没有很高哦。她会不会生气啊？我不是怕太太。我是尊敬自己的生命。现在在看影片的朋友们，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也是小布的爱好者？哪个颜色比较好看？下方留言让我知道。我相信应该是黑漆漆比较好看，因为它的空间高度够，所以可以这样子放。但是呢，比较可惜的是，我原本的行李箱隔板就没办法好好收纳。这个行李箱隔板原本是可以靠在最旁边的这个位置。比较可惜的是，如果原厂有设计行李箱下方就有这个可以放隔板的空间的话，我觉得会更为一致性。但是毕竟这个是相对比较久的车型，个人觉得这是最可惜的部分。但无论如何，现在这个空间，不管是我载的我的休闲的单车也好，载的我的家人，他们都坐得非常的舒服。这个是第2个空间优点。所以你现在已经不会把车子放回家里了？没有，我都平常放家里啊，我轮子都要擦干净才能放家里。第3个优点啊，我应该会给它的动力。这一台 Discovery 当时买的是 P250 的车型，2.0升直列4缸涡轮增压汽油引擎，还有48匹轻油电的辅助。账面数据来说，249匹最大马力，365牛顿米的最大扭力。那原厂的数据0到100是7.8秒，对比自己开过很多大马力的休旅车款，当然不会是名列前茅的性能表现。对我自己的用车需求是相当足够的。像这种5人座中型休旅的车款，个人认为大概200匹以上，基本上你就很难遇到动力不足的情形。所以以我自己开车的需求，就算是我坐满我家人4个人，再加上一些行李等等，我个人都是觉得这个动力是相当的充沛的，开起来也不会有力有未逮的感觉。但我比较想要讲是它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它的重心分配。我们都知道 Land Rover 的车款都是全时4轮驱动，所以你会感觉到它的车身重量配比下盘是重。以我常开的路线，比如说我家所处的地方风大，或者是我们很常开国道1号的高架路段，风大的时候啊，真的这台车的稳定性非常的棒，搭配上它有 Terrain Response 的这种地形反应系统，就算你不去 Off Road， 你面对一些比较突如其来的天候状况，
它行驶的稳定度来说，真的是个优点。而且还有一个是它的直列4缸的运转精致度，有时候我真的认为说，我是不是现在引擎是在怠速熄火的状态？不是啊，我有启动，看转速表明明就在怠速啊。4缸运转精致度相当的棒啊，这也是我另外一个想要推荐的优点是，引擎运转的精致度棒，然后整个行车质感也相当棒。当初这台车的对手应该是设定像 BMW X3 或者是宾士的 GLC， 只是说因为现在对手有慢慢多更新世代的产品，尺寸再小一点点的产品，那原本讲的 X3， 原本讲的 GLC 有变大了，所以以目前它的车身尺码、它的价位对上了，应该像是 BMW 的 maybe X1、X2 或者是宾士的 GLB。这一台车 Discovery Sport 在整个用料材质、行车质感、隔音表现、悬吊的舒适度等等，都是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车主粉红泡泡嘛，我都觉得它更胜一筹了，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但当然对手也没有不好，对手也有自己的优点。我刚才讲那些对手，它本身的操控面来说，就相对比较个性、运动一点点。Discovery Sport 它虽然挂上了 Sports 的名字，但我个人觉得它的操控整个悬吊设定来说，还是偏向一般休旅车。面对台湾的路况，它悬吊过滤震动的表现、辅动能力一级棒。当然过弯难免会有侧倾，因为这样子的悬吊设定，但这样子的悬吊设定，我可以透过比较细腻的方向盘操作，或者是比较细腻的重心转移的驾驶技巧，让自己或者是车上的乘客不会感觉这么的晃。这个是可以用技巧去弥补的，但是舒适度来说，就绝对是优势。这样子的舒适设定是它的优点，加上它的动力。第4个优点，我觉得大家一定最关心的是保养的问题。Land Rover 现在它有那个6年原厂保养套餐，当然我这台车也有，它就是2年34000公里，或者是4年68000公里，或者是6年的102000公里的保养都是原厂可以帮你支出负担的。但我个人认为啦，以台湾的用车环境来说，这么长时间的回厂保养，我还稍微有点不放心。所以我会怎么做？我基本上就是小保养1万公里、3万公里、5万公里，我就是回原厂自费。那2万公里、4万公里或者是6万公里，我就用这个原厂保养套餐去支付。因为已经22000公里，所以我2万公里的那一次呢，就是用原厂这个保养套餐帮我支付。那1万公里的那一次呢，就是我自己自费保养费用，不用1万块。大概是8、9千块，我没记错的话，所以我觉得以这个豪华品牌，以我自己的经济能力是可以负担的。大家关心就是这台车看到现在有什么问题呀？说真的没什么问题，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缺点再跟大家好好分析一下。我们都知道全时4轮驱动的油耗表现不会太好，官方的数据就是1公升只能跑11.1公里，就算它已经有48V的轻油电辅助，实际开的话。差不多综合大概一半高速公路，一半平路的话，就是这个原厂数据的7到8折。以现在我这桶油100公里大概用了14.9公升，大概就可以去估算。油耗表现确实不是它可以拿来说嘴，但对我来说，因为我毕竟还有另外一台小车Ignis，那台车是非常省油的，所以2台交换使用的话，功能明确，省油的时候就开小车，想出去玩的时候需要大动力的时候就开这台，相对比较耗油。对我来说，你可以说它是缺点，但自己调配使用来又有点无伤大雅。真的要拿来说嘴，就是它的油耗显示方式，因为我们都很习惯1公升跑多少公里的数字，但它是100公里用多少公升的显示方式，计算的时候有点伤脑筋，这个是我觉得反而是让我比较头痛的一点。第2个缺点就是变速箱，它有9速的 ZF 变速箱，你在高速巡航的时候或者是加速起来的扭力，因为档位多，可以有很好的模式区隔。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ZF 的9速变速箱在调教的过程中，它的减速时它的换挡、退档的顿挫相对比较明显一点，特别是在如果你今天比较急的减速，在减速到快0为止，你就觉得这个档位好像一开始退了不急不徐，到最后发现，你要停车，赶快一直退给你，所以越到接近车辆停止时候的顿挫反而会比较明显一点点。有可能是因为我这台车，毕竟那个时候买的是原厂认中古车，希望下次换了变速箱油之后呢，这个状况会改善。那大家车友们来留言，你的 Discovery Sport 是不是跟我遇到类似的情形？当然，你说退档的顿挫比较明显，但进档的状态就很顺畅，这就没什么问题。第3个缺点，你可以用现在的车辆规格来说，它确实比较吃亏，是我这个年式是没有完整的 Level 2的。
只有 ACC 主动跟车，那车道是偏离警示辅助而已，它并没有车道置中的功能，那也没有360度环景。所以如果用现在我们习惯用规格堆叠去看这台车的安全满分与否的话，这台车确实没有满分。但我是觉得这种事情还是看本身使用者。我自己本来就不是一个非常仰赖 Level 2的人，对我来说不打紧缓不缓紧这件事我也还习惯，是我有倒车显影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完全的帮助了，所以我也并没有一定要有360度环景。这个第3个缺点有点因人而异，但我记得好像在某些年式的 Discovery 车型它是有完整的 Level 2，只是后来因为比如说疫情遇到的一些成本考量等等，甚至连全数位仪表板啊，甚至连 Clean Side 的电子后视镜等等，它都有一些配备上的调整。那我这台车就没有这么完备，但我个人认为车的优点并不是因为1-2个配备的减少就可以去让它大为扣分。我还是认为车辆的本质是最棒的。这台车让我开起来本质扎实，4驱稳定，动力充沛，外形帅。这就很棒了，所以这个缺点也蛮看人的，但无论如何我就整理给大家，供大家参考。第4个缺点呢，应该是我心中一个很小的疑惑，也刚好趁着这支影片拍出来跟大家分享。各位车友，如果你有同样的问题，或者是你有听过原厂技师的解答的话，你可以告诉我。我这台车啊，只要熄火，然后停了一阵子再开，车内就有一个很特殊的味道，不是空调的霉味，也不像汽油味，就是一个特殊的塑胶味。我个人的习惯是很好，是我在车辆熄火前，我一定会确实的把音响跟空调都关掉，但是这个味道还是在。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个小撇步，就是我在关空调之际，我还会先把原本都用 Auto 的风量嘛，我会把它关成手动的风量，确实关到最零再熄火。我发现当我手动去把风量关到0的时候，再拿车，这个味道几乎就没有，或者剩一点点。我觉得有点疑惑啦，但是当然没有到很碍事，毕竟还是有方法可以稍微解决。但是我也希望透过这支影片来问看看有没有一样车友跟我遇到一样的问题。分享完了我对于这台 Discovery 的一些用车心得，包含优点跟缺点，都跟大家一五一十的分享了哈。最后的结论之前，我想要先回复一位网友的留言，我忘记是在哪一支试车影片下面啊，Ignis 那一支影片下面，他就留言说，我蛮意外的，因为那一支影片中我也有讲，我有另外一台车就是 Discovery Sports。他就说我蛮意外的，像你们这么懂车的车媒，怎么会选择这个品牌？这个品牌不都是些装逼人才会买的吗？说真的哈，不是我要拖其他人下水，是说真的。我们的车媒朋友们、同业们有这个品牌的人不少，而且也蛮多人都喜欢这个品牌的。其实我个人一直认为是适合你自己用车模式的车就是100分的车，车没有绝对的好跟坏，也没有绝对的懂车的人选什么品牌，不懂车的人选什么品牌。那我问这位网友，你觉得懂车的人应该选什么品牌？我相信你无论你的答案如何，都会有人跟你唱反调。再加上我一直常跟大家在影片中所分享的是，做我们这一行的人应该可以自由追逐自己喜欢的品牌。那我们自己都做不到，我们怎么去推荐、去分享每一个车款用起来的心得？不管今天是主流或是非主流，只要这个品牌有你所喜欢的特点，你去入手享受它，不管优点，不管缺点。这就是你消费生活、人生历程的一部分嘛，对吧？当然，你有些人如果对车没有这么多的想法，你选了一台可能是现在最多人的选择，让你省心省事，也没有不好啊。但如果真的你有一些对车的想法，坚持你所爱的，去感受它，好坏都是你人生的一个成长的养分，其实也没有不好嘛。那对我来说，我喜欢这个品牌，我拥有它，去体验它，到底是不是它整个的品质像很多网络上所流传的这样？但至少来说，我现在用车是开心的，我也还真的没遇到什么问题。希望不要一讲完之后，拜托不要哦，敲一敲，敲木桌，敲木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人会认为二手车价不好，这一点我同意，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因为我是透过原厂中古车的这个途径买的，它的折价我在买车的时候就享受到了，卖的时候价格不好，这是合情合理。没有一个品牌让你新车有很大的折价空间，二手车又这么棒，在现在的这个汽车消费市场来说比较不可能，所以我二手车价相对比较不好，但没关系，我常说二手车价对我这种用车时间比较长的人不是重点，重点是我用车的这个过程我是开心的啊！你不要车买了没多久就一直在想说啊卖了没有钱，卖了没有钱。我是长时间的拥车者，我要享受这段时间才是最重要的。各位说是吗？好，
分享了很多跟这台车相处的一些心得跟感想，当然也包含我自己选车的一些逻辑。我并不是要强迫各位都跟我一样，而是我想要分享我自己身为汽车媒体一员，自己对车、买车、用车、选车的一些新的感受。那希望透过这个影片，或许大家也可以想想看，到底哪一台车对你来说是最适合的。选择你爱的车，其实不一定要这么怕别人的眼光。希望这支影片给大家更多不同的思考价值哦。我们是图跟上，今天呢帮我拍摄的是班生，伟彤就是来沾酱油、搭顺风车吃午餐的。他今天可是有入镜的。他今天有入镜哈 ，OK， 好了，那我们下次见，订阅、按赞、分享，拜拜。那你脚踏车买多少钱？我就像刚才讲了，不要用钱去衡量一个车的价值，要去享受它、拥抱它。钱都是身外之物，但是骑脚踏车的快乐是没办法用金钱衡量的。我们影片的长度有限，就不要放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是啊，那也是我在剪，你不用烦恼啊。正所谓高手在民间，我们会邀请既有车主来看看新世代的车型，更了解自己爱车的这些车主们来看新世代的车款到底是认真的升级，还是只有拉拉皮而已哦。车主真的很难找啊！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让更多广大的车主知道图 Game 上哦。图 Game 上有车赏，除了 YouTube 频道以外呢，我们也有官网、脸书粉丝团、IG 以及每个月更新的 Podcast 各大平台追踪我们，记得哦，订阅、按赞、分享一定要。